医生，这个孩子是情感障碍吗？啊，孩子呀，是由于童年的经历与关爱的严重缺位，启动了自我的防御机制，才会有反应漠然的表现，以至于他对美丽和恐怖的图片没有反应。这同真正的精神病是不一样的。尽早进行干预治疗，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了，嫂嫂，长大以后有没有想做的事啊？谢谢。没事儿。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加班。走。马上去啊。谢谢啊。吃饭了啊。来，把东西带上。好啦，谢谢姐姐。上班去啊。走走。姐姐早。怎么样了？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谢谢啊。馆长，为什么推荐我呀？你对国内外的学者、修复专家非常的熟悉。这一次在苏州举办的全国精品文物联展，其中也不乏各大文博单位的文物仿制品与名家个人收藏。你呢，又一直义务奔走帮忙，所以节目组啊要找个合适的节目顾问，我头一个就想起你了。我回国前教的是东亚历史文化，可你做过多年的国内外文保研究啊。你的老师参与过乾隆花园的修复，专家你不都很熟悉吗？馆长，樊教授，年轻人，交给你们了。先前合作的时候便已依托，我只是负责提供拍摄协助，可从未说过参与传承的每一个制作环节。于公呢，你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专家；于私呢，咱俩是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忍心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袖手旁观呢？只是招聘编导，你邀请导演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过呀。招聘编导当然是小事儿，我不麻烦你。打发人的事儿，得靠你了。打发？顾总早。老大，接个电话，我爸。再考虑一下，下午要交的。行，好。爸，我当然相信您的眼光了。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不过他还得面试，不能公私不分。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审核过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着急去面试，我想去个洗手间。哎，好，不好意思。好，啊，再见。好，谢谢。谢谢。啊，我去叫下一位。木导，下一个就是我爸推荐的。鱼在早。顾总，你邀请我的时候怎么说的呀？说是你要做一档高档的文化节目，我们大家一起来广聘贤才。现在你又告诉我要用你爸爸推荐的人，那我们现在在招聘干什么呢？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这只是一个推荐名额，至于用或者不用，还是要看他的个人业务能力。就算我爸固执己见，也要听多方的意见，对不对，小唐？你要让我跟董事长说，他推荐的这位于小姐条件不符，不予录取，对吧？善解人意。顾总，你看到现在，他以前的作品都没有交上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定没什么才华。同意。我建议啊，赶紧找个借口把他给开了得了。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好，请坐。是你，鱼在早，有班骑手，不错，是从《诗经》里来的吧？水藻里的鱼若隐若现，谁都看不清楚它的真面目。不过面试的时候，还请坦诚相待。于小姐，你在做这个贫困女性生存情况的调查？是的，过去的1年里，我做过护工、清洁员跟服务生。目的呢？我在为公益纪录片搜索资料，专门调查社会低薪阶层女性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我发现她们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显得过于拘谨跟不自然，所以我希望深入其中，从被采访对象中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真看不出来，小小年纪还有这么强的社会责任感。哎，我最近也正在做一个贫困女性有关的纪录片，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来搞。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一会儿不是还有事儿吗？时间紧，任务重，下面还有位更加优秀的应聘者，要不要一起把他叫进来面试啊？木导。好。海军，我去叫。各位好。你好。我们看过很多应聘者的资料，你们2位都是名校毕业，综合评分也很高。那我想问问你们觉得最终谁会留下来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要是有幸能够留在贵公司，那么我可以继续进修。当然是我。理由呢？我在兼职的咖啡店，亲眼见到这位小姐因为一杯洒掉的咖啡砸了一位年轻服务生的饭碗。咖啡打我包上了，你干什么呢？对不起啊，我一定照价赔偿了。对不起，你知道这个包有多贵啊？对不起，我真的不这有什么用啊？眼睛要是用不到，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好吧？你知道我这个包有多贵啊？你别再碰了，把你们经理叫过来，快点，马上！经理在哪里？对不起。血口喷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哎，没有必要这样子。假的什么咖啡厅啊，服务员啊，没见过，没有见过的呀，在说什么呀？真是。于小姐，很感激你的热心和正义。介于你们2位的立场，我有理由怀疑你刚才那番说辞。更何况这里是制作公司，而不是争对错的地方。我更看重的是编导的个人业务能力，以及是否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哎，龚总说的对。刘小姐啊，在我揭穿你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应该借由我们目前的竞争立场来推翻我的说辞，而不是陷入真与假的辩白。尤其是在像例如咖啡店这样的公众场合，摄像头很多的，事实往往无可辩驳。顾总，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一个对待他人如此鄙夷刻薄的编导，今后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一个遇事慌张、抓不住重点的编导，以后怎么能面对片场常有的突发状况？又怎么能给贵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呢？不是，郭总，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请各位原谅我的直言不讳，文化节目是作品，更是一门艺术，从业者的素质也很重要。之前我错过了报名，这是我近期的一些作品，希望诸位可以抽空看一下，相信我会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会好好看的。一个电话而已，我拒绝。为什么？公共场合职业歧视、恶意羞辱服务人员，还被人拍下放上网络，这种人只会有损公司形象。还有，刚刚你也看到了，于小姐3次跳级，名校经历，虽然不是编导专业，但是主修新闻，做过媒体记者和民生新闻栏目编导，拍出来的作品无可挑剔，连木导都点了头，我看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啊。陶陶，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身边的女伴太少，对女性缺乏了解。你是在招聘编导，又不是在招聘女朋友，为什么我觉得你对她充满偏见呢？怎么，刚才我的表现很明显吗？昭然若揭。不过，看她那么自信满满的样子，倒像是早知道自己会被录用，气死我了。这里是休息区，大家会在这里喝咖啡、谈工作。这位是剪辑师。这位是新来的编导于在早，以后有剪辑的工作就在这儿完成。这里是会议室，大家会在这里讨论方案，公司做的片子呢也会在这边集体观看。这里是咱们办公区。说，这位是新来的编导于在早，以后就坐在这个位置。于编导你好。你好，我是舒柔，于在早。那你先熟悉一下，我先去忙。谢谢，不客气。您请坐。好，谢谢。小眼神整的还挺犀利。进。明天的拍摄方案，木导看了吗？看了，导演说没问题。哎呀，这回编导到位了，导演再也不用操心这繁琐的工作了。编导助理可没有这个资格。编导助理？把采访内容发给主持人，让他下午3点前给我回复。那个出了点岔子，刚得到消息，原定的主持人啊，他把肋骨摔断了，得住院，他想推迟拍摄。那就按照合同，让他们赔偿3倍违约金。不是，人家刚把肋骨摔断。肋骨是随随便便可以摔断的吗？他去登山了还是怎么着？去整形美容科找人，把违约金给我带回来。另外，换主持人。清单已经理好了，看一下这个。好，这个充好电了，充好了。还有文件，还有存储卡，记得带2块备用。到时候这个和这个，都注意。充记带。哎，那个给我。还要再打印2块。这2个包一定记着。好，行，赶紧装起来吧。好，紧点，有点熟悉。打印好了吗？哎，好了，这个给我。行，赶紧装起来，我们准备走了。来来，包给我。机器再检查一下。走，出发。准备好了。哎，好，那我先过去了。今天拍摄的任务很多啊。东西拿好了，走吧。哎，于编导，你有新的工作任务。这位是你搭档。你好。你好，我是摄影师谢瑶。于在早。对不起，导演，我肚子疼，上了趟厕所。早干嘛去？不好意思啊。导演，哎，导演，
赶紧的啊！好，就等你，没问题吧？没问题。这光怎么这么暗呀？哎，铁儿，导演，这光怎么这么暗呀？这光前期就是这样。哎，导演，您看一下，这些做了标记的。王姐好，王姐好，王姐好。嗨，你好，大家好。莫导，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边都擦完了啊。王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导演。莫导，这位是汪姐，我好不容易请来的主持人。这位是穆导。不用介绍了，我跟莫导是老相识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在当导演呀？原来二位认识啊，那真的是太好了，合作起来一定会非常的愉快。我们熟吗？这么多年了，脾气还是这么火爆，别介意啊。他虽然脾气这么暴，但是对于艺术的追求向来无可挑剔。在哪化妆啊？淑荣，哎，来了。汪姐你好，这边请。好。消消气，这么大火气，不怕伤了身体。顾总，你换主持人怎么不跟我说呀？昨天我告诉您了，您说拍摄任务太忙，这种小事让我自己决定啊。那谁知道是他呀？你这不是不带这么干的。涛涛，昨天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帮我解决了吗？能不能不打扰我？我在这儿背词呢。好看。哎呦，戴墨镜戴的都是印子哎，帮我压一下。好。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原来是曾经红极一时，现在过了气的著名主持人王心凌，对吧？你不是好不容易挤进豪门了吗？那就应该好好做你的少太太，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出来干嘛呀？这是唱哪出来？我离婚了。穆导。看着好多了。需要帮您加一对耳环吗？啊，不用了，我喜欢简单一点。给我找一支清淡的口红，谢谢。这个颜色可以吗？可以。哎。好，3、2、1，开始。今年苏州博物馆举办的中华文物大展，设计青铜、书画、织绣、金银器、玉器、瓷器、钟表等诸多种类，参展文物与参展人数都突破了历史记录，可谓盛况空前。这里是金银器展区，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批金器，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能不能提起精神来，别整得跟个老学究似的，像天气预报员。咱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跟观众说一说，交流一下，啊？加油啊！花丝镶嵌，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人们会将金丝与金片用作青铜器、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随着隋、唐、宋、元各朝的发展，花丝镶嵌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首饰的制作。到了明清时期，工艺更追求细腻精工，风格则尽显富丽华美，
无论是表现技法还是审美追求，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大家应该在很多节目中都看到过这件金瓯永固杯，它是在嘉庆2年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的。金杯上錾刻着宝香花，花蕊上镶嵌着珍珠及红蓝宝石。每逢除夕此夜，清廷会举办元旦开笔仪式，这是帝王祈福时的专用酒具。看来它的制作工艺应该就是燕京8绝之一的花丝镶嵌了。所谓花丝镶嵌，是延续了2000余年中华传统的细金工艺。它起源于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的青铜铸造工艺中的金银错，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刚刚我们看的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的，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明代的珍品。这是一件明皇后凤冠的复制品，形制与原件相比稍许有一些改良。冠身镶嵌着1000余颗珍珠和100余颗天然宝石，除了花丝镶嵌外，还运用了极为复杂的点翠工艺。经历了400余年，花丝镶嵌这件来自宫廷的千载绝技，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珍宝。看，好了，先休息10分钟。辛苦了。知道吗？新来的那个姑娘去拜访刘大师了。真的吗？让他独挑大梁，那刘大师可不好对付啊。谁说不是呢？这姑娘够呛。谢谢刘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来打扰您了。太客气了，没关系。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花丝镶嵌。到这边来。花丝镶嵌啊，包括花丝和镶嵌2种工艺，就是把千变万化的花丝编结成型，然后嵌上各种颜色的珠宝做装饰，这是真正的皇家宫廷艺术。刘老师，你知道我干这行已经37年了。摄制组我见得多了，你们想拍什么我都知道。刘老师，干脆这样，就从拉丝开始，那画面拍出来叫一个漂亮。来，刘师傅，这样。嗨，苏博不是一直对馆藏文物进行保护和修复吗？那就免不了请这些非遗大师参与啊。刘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我跟你说啊，他可是电视和报纸的常客，所以对这条拍摄流程怎么回事啊，再清楚不过了。上回木导来拍，活生生给气回去了。不过人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是常年在摄像机前面的一种习惯吧。人家就想让咱赶紧拍，拍完赶紧走，人好踏实工作。来，我马上带着你把整个流程咱们走一遍，然后你拍拍我的作品。我刚在法国展览回来，这是掐丝。哎，你手低一点拍。行，一如既往。哎，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啊，我先走了。这么简单的拍摄任务，于编导一定没问题。我要是什么都没拍，就不能完成顾总给我的任务。我要是按照刘大师的指挥拍了，那就不能让木导满意。所以等待我的只有2个字：走人，对吗？哟，于编导啊，多虑了啊，多虑了。那什么，我先走了啊。走了。这是蕾丝，这是甜丝。你稍微低一点，哎，对，近一点。
怎么干活呢？这是？你到底用不用心？不是您要求立体感的吗？起来。我是要立体感，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从这后边愣升顶啊，这是不行的。你看见没有？看着啊。你活不到位，它这立体感能出来吗？还有，你看，你这鳞片必须是均匀的，每一个鳞片一模一样，这就是手上的功夫。你看，还有，你看，你这个战斗走，你看这些人啊，你看，这一个个的啊，跟专业演员一样，还会找镜头呢。和这刘大师啊，他就一导演，拍什么怎么拍，全给你设计好了。这活难办呢，拍不到什么新鲜玩意儿。我先撤了。1小时之后再回来。刘老师，摄影师已经拍的差不多了，他还有事先走了。可我对花丝镶嵌很感兴趣，我能到处转转吗？反正就这么大块地儿，你随便看。谢谢。你学这行都多久了，还是不着调？我再重复一遍，一定要用心，带着心干。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我再看见你戴着耳机干活，我给你撒了。这块就很关键了。哎，这你明白吧？就这块，这些地方一定要不能急。咱们这活心急是干不出的。你看，要顺着这锤子惯性走，你看，行云流水。味道怎么样？还不错。你好，你是刘大师的女儿吧？
啊。请问这是什么？这是明代的金丝翼山冠，国家曾邀很多花丝相间大师对它进行了复制。当时刘大师因身体抱恙未曾参与。如今这张照片出现在这儿，看来刘大师也寄养了吧？哎呦，陶教授你来了，来，这边请。你怎么来了？今天的拍摄任务完成了，我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谢谢。陶教授，您看，比起之前那些复制品，一点都不逊色，您说呢？金丝翼山冠出土于明万历皇帝陵，现藏于定陵博物馆，可以说是花丝工艺的代表作品。你看，除了龙头使用的是赞刻外，整体都是手编花丝，通体找不到任何接头和断丝，一气呵成，巧夺天工。要看它的前屋、折角，还有后山。刘老师，这得用多少根金丝啊？哎呀，说来惭愧啊，原作用了518根金丝，可是我这个复制品用了900多根，最细的金丝还不到0.2毫米。陶教授，您是知道的，这明朝那个时候没有机器拉丝，要么说它是花丝工艺冠绝天下的代表作呢。陶教授，不瞒您说，刚刚完成，谁来我都没让看，您是头一个啊！谢谢您，刘大师。您看，这冠翅，博物馆我去了上千次，都在这心里头记着呢。哦，对了，来，嘉义，这是陶教授。陶教授好。这是我儿子嘉义，我这工作室啊，今后就传给他了。陶教授送给咱们很多文物研究方面的资料，对咱们帮助太大了。还愣着干什么？快谢呀！哦，谢谢陶教授。刘大师，您太客气了，后生可畏，真是太感谢了。来，咱们看看这个。哎，您的咖啡。好，谢谢。陶教授啊，谢谢。不客气。陶教授，今天多亏了你帮忙，不然啊，我估计还要再熬2个小时呢。叫我陶唐好了，你已经很努力了。陶教授，你这么善解人意，又对文物那么了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啊？一个小小的忙。除了花丝镶嵌外，还运用了极为复杂的点翠工艺。经历了400余年，花丝镶嵌这件来自宫廷的千代绝技，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珍宝。不错，总体来说，这次试拍是相当顺利，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我得说2句啊。汪主持，燕京8绝之一的花丝镶嵌这句词是您的吗？上去就抢。我顺口接上的。好，就算顺口。那您老人家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问人家陶教授关于文物娱乐化的倾向怎么看，您希望他怎么回答？嘉宾就站在慈善的舞台上，您去问人家什么捐款是什么心情，高不高兴，振不振奋，有什么意义？
你是希望人家告诉你人家心疼钱，还是能告诉你实话咋的？所有人都知道，文物保护需要资金和关注。你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文案是您亲自敲定的，我不过就是个执行者。穆导是对我个人有意见吗？真没有，我也不是推卸责任。汪主持，我一天到晚忙得昏天黑地的，我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去修改。我是想提醒您老人家，做功课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您是比文物美，还是比陶教授知识更渊博？汪大主持人，我就是希望在这档节目里看到主持人的价值，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档节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这样。于再早，听说你拍得很顺利，成果呢？大家请看，《红楼梦》中说：“欲在独中求善价，差于帘里待时飞。”帘是古代女子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从战国时期贵重的漆器妆帘，发展到现代的梳妆台与妆匣，始终是女性重要的闺房用品。古代的妆帘中，除了常用的胭脂水粉、金银首饰，还会备有整套的梳头工具。长方形的梳子梳通她的长发，中等的月牙梳子梳理精致小巧的燕尾，八字形小梳轻轻拂过鬓边和发梢。这是篦子，它有舒筋活络的功效，它可以剔除发间的污渍。像这种长方形的梳子，可以把我的长发打理通顺。这个呢，叫抿子，它是抹油用的，就像这样。这支嵌宝石点翠的花簪我很喜欢，使用的是金丝镶嵌跟点翠工艺。但是可爱的小翠鸟会因为区域而死去，所以真正的翠玉这叫蜡翅，戴在我的脑袋上。它是这样戴的，你看这个像不像正面？哎，这个是反面啊，就戴在头上，你看。就这样戴在我的脑袋上，在正中间就可以了。然后呢，大菊花插在左边。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这套仿制的是故宫院藏的慈禧太后所使用的描金带彩黄洋什锦书具。至于这个首饰，是从花丝镶嵌工作室借来的。于再早，你说吧。事发突然，我先客串了一下。我看过这次试拍的全部素材，主题不够明确，让人很难找准节目的定位。观众要看文物，有国家宝藏；要探寻历史文化，有上新了故宫。还有各种文化节目跟纪录片层出不穷，传承依托于苏州博物馆，又幸运地碰到了100年难遇的全国文物大展。可我们到底要让观众看什么呢？随便拍些文物，去非遗文化工作室取些素材，做个同质化的节目。李编导啊，继续。现在的节目主要集中在历史跟文物，可我认为文物终究是一件物品，观众真正关心的是人，是文物和人之间的联系。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5分钟短片引出古代文物，寻找这项文物背后的记忆，挖掘人和历史文化传承的故事。但我们的立足点是人，要给观众看的是故事。哎，以前我们开会探讨很多方案，这个开多久的会，写多长的文案有什么意义吗？明明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创意。
干嘛非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于再早，你在刘大师的工作室又拍到什么了？请继续看。图案生动，你听见了？想什么呢？这是什么？跟你说，你今后再在这儿瞒着我，在这儿自己学，我饶不了你。回去，回去。刘大师的女儿，你儿这么有天分不肯教，却教那个没天分的儿子，真是个悲剧。得到拍摄许可了吗？刘小姐，节目的素材你全部都看过了，请问您考虑的怎么样？播吧。有文物、有人物、有故事，重男轻女是个好的主题。我不同意。为什么？之前我没有看过你拍摄的完整内容，但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作为拍摄者，你应该有最基础的底线。陶教授，刘小姐的话您都听到了，这是取得许可之后的正常拍摄。别的节目要写台本，我连台本都不用写，真相是什么样，拍出来就是什么样。至于从这段视频中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观众本身。我没有做任何虚假的加工和引导。顾总，如果你坚决要播放这段拍摄内容的话，我只能退出这次拍摄，抱歉。不是，陶，于再早，都是你干的好事儿。陶教授，陶教授，我不明白。你们得到了拍摄许可，就认为拍摄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播出。从法理的角度讲，这不是问题；可是从人情的角度讲，这是个大问题。文物损坏后，一流的文物专家可以进行修复，可是人心是天底下最脆弱的东西，一旦有所损坏，是很难弥补的。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的指责会对这对父女造成永久不可消弭的裂痕。作为被拍对象，他们缺乏对后果严重性的预知能力，可对于拍摄者的你，理应对未来的严重性有所预知。可是我的初衷是要帮助刘小姐啊！你真的了解刘老师和他背后的真相吗？掀开人的屋檐与墙壁，将自己的隐私毫无保留地暴露给观众，供他们口诛笔伐、饭后谈资。但是喧嚣背后，热闹散尽，止于伤痕累累，后患无穷。对不起，我还赶时间，先走了。陶唐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专家，要是他离开了这个节目，我也只能请你离开公司了。换句话说，你能不能留下来，取决于陶唐是否能够谅解你。对了，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刚才那个故事我特别的喜欢，我希望它能平安顺利的播出，明白吗？瞧这口是心非的奸商，还不是想让我去说服陶陶？早早，新工作还顺利吗？早早，你在听吗？早早。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的指责会对这对父女造成永久不可消弭的裂痕。早早，你还在吗？
The Suzhou Museum, located in the Prince Zhong's mansion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s a local and comprehensive museum in Suzhou. Wow. What is this code for? There's a crystal ball. Hey, can I get closer? Oh, wait a minute. Hello, everybody. Please listen to me. Professor Tao. This is the pole pillar of the Buddhist shrine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e treasure of Suzhou Museum, which was found in Ruiguang Pagoda in 1978. The diameter of its crystal ball is 3.4 centimeters, with silver vials wrapped on both sides, glittering with gold, implying that the Buddha shines. It has more than 40,000 pieces of pearls and integrates with several kinds of skills, such as wood engraving, painting in gold, jade carving, string beads, and fine fabrication process for making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s been said to be the master of Suzhou handmade technolog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rofessor Tao, how many years ago was the Song Dynasty? Probably thousands of years. How many craftsmen were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There are a huge number of them. As you can see, precious craftsmen, they are the keys to unlock the period of history. Yeah, I see it. It's amazing. 妈妈，我想吃蛋糕。昨天让你早睡觉，你不听话玩那么晚，不听话的小朋友没有蛋糕吃哦。The pagoda is divided into 3 parts: the Sumeru, the Buddhist palace, and the Taoist. 火锅啊！妈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按时睡觉，不让妈妈生气，我一定乖乖的。妈妈，这样一小块蛋糕好不好吗？一小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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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块吗？哎呀，好了好了，妈妈答应你了，就一小块啊。嗯，谢谢妈妈。走吧。嗯。Okay, that's all. Did I make myself clea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Professor.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My pleasure. It's really appreciated. See you. See you. Bye. 陶教授，于小姐，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很忙。你干什么你？陶教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原谅我吗？你放手啊！于再早，你要是不原谅我，跟我回去拍摄，我就再也不起来了。小情侣闹什么矛盾呢？你可别这样啊！来来往往这么多游客，你就没有点羞耻心吗？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请求你的原谅的。我现在说3个数，你要是再不起来，我绝不同你回去。那我要是现在起来，你就愿意听我的解释吗1。陶教授，跟我走一趟吧。你这个人怎么能够这个样子？我问你，为什么同意他们播出？为什么？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逼我教你吗？你想什么呢？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实话告诉你，你就不是这块料。8岁开始，你手把手教他，可是教到现在，你看看他学出什么来了吗？我画的设计稿，您看都不看一眼，您就说我没有天分。我是没有天分，还是你根本就不给我机会？你这是狡辩！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同意他们播出？去，把袋子给我要回来！我不同意播。好，否则我就断绝和你的父女关系。姐，要不跟爸道个歉吧？你看给爸气的什么样？
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咱们就断绝父女关系。反正你就从来没打算教我。反正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您会做这一行，我找别人学就得了。姐，姐。师傅，制作公司送来的样片。爸爸，我也想学。你教教我嘛？那你是一时兴起，还是要学一辈子啊？那什么叫学一辈子啊？在爸爸这儿，要学，就得一生干这行，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你看爸这双手，多糙啊！爸可舍不得我闺女这双稚嫩的小手啊！刘老师，现在不接待参观，请你马上出去。刘老师，这件事都怪我，事前没有沟通好。不过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明天我就去找刘小姐，劝她尽早回家。她回来干什么？我不想见她，我不想见她。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经济上多困难，可就是再困难，我也愿意花上半个月的工资，给他买娃娃，给他买各种玩具，不让他学跳舞。我让他学钢琴，后来供他读研究生。我就是这么疼他，我就是不愿让他受半点委屈。我给他买房、买车做嫁妆。你再看看他弟弟，什么都得靠自己。我怎么了？我哪点对不住他？我怎么就偏心眼了？刘老师，您知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会在哪儿落脚呢？他没事儿。我去工美行业协会问了几家花丝镶嵌工作室和花丝厂的地址，让他去试试。你说什么？你在那干什么呢？你，我出去，滚！
刘老师，走吧。可是他还没看呢。世界的长河里徘徊着我和你，不同的天地，上演着不同的结局。交错的时光里，我突然看见你所有的生命，就像是上天在怜悯。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档难解的题，辗转轮回相遇。我不是要回来啊，只是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得带走。我看出来了，你偷摸学了不少东西啊，可是都是些皮毛，精髓一点都没学着。你也没教我呀。过来。过来啊！拿出来吧，都拿出来。就你这点手艺，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跑到哪儿都是给我丢脸。
你看见没有？就差这一点儿，差这么点儿，它的效果就出不来。这是什么？这是功夫，这就是精髓。哎呀，你看我这颈椎、腰椎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一旦犯起病来，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着都疼。你以为这手艺活好干呢？一个女孩子，你说你干什么不行？找个轻松体面的工作，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自找苦吃呢？谁说女孩子就得娇生惯养，不能继承家业了？您这都是偏见。甭跟我说大话。你要是能给我拿一个省级的奖项，我就把这个工作室交给你。你敢答应吗？来，过来。陶教授，你看我这么做，你满意吗？为什么又把摄影师叫来了？中国观众最喜欢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啊！这样的镜头我怎么能错过呢？你现在还怪我吗？不怪。看准了，轻，走，对，有着这股劲儿，该的，球打的惯性移动。很好。我做了一件好事，所以我是个好人，对不对？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陶教授，你是我见过最体贴、最善解人意的人，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当我在工作中忽略他人感受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提个醒？我会马上改正错误。即便你不说，我也会提醒你的。那就这样约定了。我答应你。那我先走了，拜拜。哎，我送你啊。不用啦。哎，刘太早呢？他走了。七瑶，于编导才刚联系过你，你这么快就做好拍摄准备了？啊，没有，他一早就联系我了，我一直带着设备在车上等着呢。哦，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走吧。
导。至于吓成这样吗？哎，这上班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啊！昨天晚上跟于编导去刘大师家补拍镜头去了，忙活到凌晨3点多了。不信您等他来了之后，您问问他去。那也要多注意劳逸结合啊，多注意身体，明白吗？谢谢木导。木导早。早。导演早。早。导演早。早。顾总早。那顾总早。哎，这个新来的鱼在早，很勤快啊。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哎，别打瞌睡了。你赶紧起来把早餐吃了，这于编导2小时前就来了。啊？确实挺勤奋的。工作证和新人培训都做好了吗？你是说那个鱼？人力资源部要我亲自去一趟吗？不用，安排啊，这就安排。爸，我现在很忙，晚上再说。忙什么也要吃饭。今天中午抽个时间来见一下你的新妈妈。小顾先生，小顾先生，顾先生刚才心脏有点不舒服，正在楼上休息。收起来吧。好。怎么样啊，小顾先生，请放心。刚才顾先生感觉胸闷绞痛，但是又不肯住院，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暂时没有大碍。不过呢，等他醒来以后，还是要再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谢谢，谢谢。哎，好，再见。顾总是这样的，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告诉你，我父亲已经交过很多漂亮年轻的女朋友，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把人给我照顾好了，让他时刻保持愉悦的心情。目前看来，你无法胜任这个角色，请你马上立刻离开。女朋友？我吗？怎么？难道你真的以为你能成为我小妈？哎，你就是石庸吧？严明的儿子。顾总，没来得及跟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小姨，你的新妈妈。爸，你没事吧？阿姨，你真的好漂亮啊！哎呀，第一次见面有点仓促，实在是抱歉。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好好聊。我还要工作，我得先走了。我父亲就麻烦你照顾了。嗯，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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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瞧这臭小子那个尴尬样。喂，这么快到机场了？不用这么着急来公司，我可不希望我重金聘请的编导还没有开工就被累垮了。好，拜拜。你也是啊，
你都多大人了，还跟自己的儿子寻开心？谁让这臭小子一毕业就忙着搞自己的事业，一点儿也不孝顺。哎，再说，你刚才不是也故意没出来吗？我有吗？哎，倒是你啊，明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还喝这么多的咖啡跟红茶，从今天开始全部戒掉。哦，烟也要戒掉啊。行，为了我的心脏，从现在开始，就喝你给我倒的白开水。嗯。早早，使用那个什么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传媒有限公司，一点也不适合你这种单纯的小姑娘。你要是觉得不开心呢，就到你叔叔的公司来，啊？顾叔叔，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特别刺激，特别有挑战性，特别有趣呢。哎，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呀。我也是第一次觉得这么兴奋呢。里面请。这边呢是我们的办公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编导严佳莹。大家好。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编导助理于在早。助理。啊，助理。这是我们第2期要做的内容，请你打印15份。还有，我需要苏州克斯和克斯匠人的资料，越多越好。时间嘛，麻烦你下午1点半之前交给我。袁编导，那个吴总还在等你，要不咱先上去吧？好，麻烦你了。这边请。走吧，走。这于编导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走吧。佳莹参加过很多文化类的节目制作，会给我们的节目带来很多活力。制作一档高品质的节目，不是咱俩的目标吗？你对于在早总是格外苛刻。恰恰相反，是你太关心她了。这个女孩子我调查过，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她没有跟着父亲，却跟着姨母去了法国。我听说他们为了争夺抚养权闹得还不可开交呢。这能说明什么呢？于望清，至今未婚，有自己的工作室，经营着舞蹈学校，是业内颇有名的舞蹈家。跟着一个艺术家的姨母，当然要比跟着一个负债累的父亲要强吧。假设你的情报无误，那么当时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8岁，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吗？一个8岁的女孩子已经很懂事了，你就是不行。仔细看。你喜欢给自己找麻烦。我从来不怕麻烦。进来。顾总、陶教授，袁编导来了。佳音，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陶唐，陶教授。这位就是佳音。陶教授，久仰大名，我对文物很有兴趣，但了解不深。还请您能鼎力相助。很高兴认识你，我先走了，不必送了。我送你。下午3点开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休息2天再来上班，我的公司又不会跑。
好久不见。我早就说过，不管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我会立刻放下一切，飞奔回来。我有那么重要吗？就是有啊。这个人好像随时都在准备离开。陶教授，于编导去复印室了。好，谢谢。不客气。爸，有事儿吗？见个面吧。嗯，好。顾总。10分钟之后出来，我在厂长等你。待会儿我爸来了，你可以尽情向他哭诉，或者我建议你换一份工作，凭你的学历和工作能力，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顾总，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完全没有误会。眼泪对我不起作用，留着吧，小心脱水。顾总，我会把眼泪留给顾叔叔看。我要告诉他，你特意请人来打击我，处处使唤我、奴役我、欺负我。然后呢，我会进入他的公司，得到他的全部资产，让你去睡大马路。顾叔叔好。
爸。走走，走。嗯。老早，你阿姨说了，马上就来。嗯。点餐了没有？还没呢。怎么没有呢？你怎么招呼人家的？哎，对了，我忘了问你了，你在公司有没有好好的照顾人家早早？我跟你说过，你一定要把早早当亲妹妹一般看待。要对她不好，看我怎么收拾。顾叔叔，哎，其实我是从国外请了一名资深的编导，不过于早早，毕竟是自己人哦，我当然要为他考虑。嗯，所以今后我们会分 A、B 组录制，早早呢就当 B 组的编导，我们依据内容，优胜劣汰，公平竞争。为什么不能是 A 组的编导？因为我觉得 A、B 组只是个形式，早早能力那么强，不会介意的吧？爸，你觉得呢，早早？爸，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善尽美。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目着想。是不是啊？走走。顾叔叔，顾总啊，一向是很照顾我的，你放心吧。哎，早早，从现在开始不能叫顾总了，叫大哥。哎呀，叫大哥也不太合适啊。没关系，早早，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啊。谢谢顾叔叔。阿姨怎么还没有来？哦，他应该快到了，我去门口接他。哎，好。臭小子，啊，好好照顾人家早早，啊，照顾的挺好的，是吗？倒水。请坐。谢谢。于女士，今天冒昧的请您来，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由美害适应生丢了工作，发现由美前来应聘，于再早顶替她被录用，您和顾叔叔走在一起，这个顺序是正确的吗？陶先生，你到底要说什么呀？石庸派人调查过于再早，这份调查报告虽然不算全面，不过要深挖下去的话，总能查出些什么。您说呢？您放心，我对于小姐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她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特别，想要知道她背后的原因。可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顾叔叔一向把我当成子侄照顾，如今石庸对你们有很深的误解，我希望在你们两方发生不愉快之前，完全可以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
我和石庸个性不同，更喜欢单刀直入，所以请您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由美害服务员丢了工作，发现由美去应聘，早早被录用，我和顾延明走在一起。原来如此。我能猜到顾世庸在想什么，他实在是太多虑了。顾延明呢，是当年我的大学学长，也是我的恋人，一毕业就向我求婚了，我拒绝了他，因为当时我一心扑在舞蹈事业上，没有成家的打算。后来我们再次相遇，的确是早早的大力撮合，不过于再早利用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次推荐，怎么能谈得上是利用？陶先生，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早早，他是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只是对自己的目标过分执着。陶先生，请你保守秘密。早早这个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于女士，谢谢你的坦诚相告，这件事儿要容我好好想一想。告辞了。哎，等等，陶先生，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伤害别人。正相反，他竭尽全力去帮别人。我可不可以求求你，不要毁了他的努力？知道你刚才出去我爸说什么了吗？他说希望你能正式成为我们顾家的一份子。难道我现在还不是吗？他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啊，顾叔叔原来这么喜欢我的。可惜的是，我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下车。麻烦前方200米地铁站，谢谢。自己走。哦。顾总，麻烦你转告原编导，现在我是 B 组编导了，以后资料麻烦他自己查啦。拜拜。还是这么爱美啊，没变。哎，莫导老这么默默的关心我，会让人误会你对我旧情难忘的。你怎么想那是你的事儿。脸怎么了？要你管。为了3瓜2枣，对自己下手够狠。我愿意。穆导，王姐，
走。曹导有事缺席，在开会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编导袁佳莹。从今天开始，袁佳莹将担任 A 组的编导，于再早担任 B 组。每期节目2组共同完成。初次和大家见面，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次的主题是克斯，拟邀对象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林尚英女士。但她一心扑在克斯上，极少参与这类活动。林尚英女士，恰巧我跟她女儿关系不错，要不我去联系一下。朋友够多啊。先约拍摄时间吧。不好意思，于再早，为什么来晚了？你们继续。姐夫生意失败，妻子又病逝，他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喝醉了就把所有他能看到的东西都砸烂，酒醒了以后又无比的后悔，孩子们都非常的害怕。我为了让早早早点脱离那个环境，才想把他给带走。我让你活！爸爸，爸爸，给我滚开！陶先生，帮帮他吧。先生，这是您的发票。啊，谢谢。中国的缂丝工艺已经有了2000余年的历史，它是以生蚕丝为经线，彩色熟丝为纬线，以通经断纬的方式来完成的丝织品。宋代，缂丝匠人以梭代笔，将缂丝与书画完美的结合，出现了大量价值连城、格调高雅的缂丝画，便有了1寸缂丝1寸金的说法。到了明代，苏州已经成为缂丝的主要生产地，以御用缂丝龙袍及缂丝书画中的开项制品著称。随着清代苏州织造局的成立，苏州缂丝更是名扬天下。此次参展的南宋沈子藩的缂丝花鸟图，便是一幅难得的传世杰作。这幅缂丝作品到底有多珍贵呢？大家请看。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经鉴玺。大家都知道，三希堂是乾隆皇帝的书斋，宣统御览之宝，无意斋经鉴玺，石渠定鉴，宝鸡重编。看来历代清帝都非常欣赏这幅缂丝珍品，尤其是乾隆帝，更是爱不释手。这幅缂丝作品枝干遒劲，斑鸠生动，用色古朴而清雅，盎然生机，扑面而来。好，好，休息会儿吧。哎，老师您好，我帮您摘下来。谢谢。导演，
您觉得还可以吗？不错。您看一下这个。好，谢谢老师。谢谢。这记清楚就好了。好。穆导，于编导今天跟你一组吗？看来这局是要输了。这边请。雀踏花枝出素完，曾闻人说客思难。要知应是宣何物，莫作寻常只嗅看。宋徽宗，赵佶。缂丝作为中国独有的古老丝织技艺，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故又名缂丝。缂丝匠人会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钵子，采用通经断纬的独特织法，将蚕丝线刻制成一幅古朴精美、艳中带秀的织品。所谓通经断纬，即纵向的经线贯穿整个幅面，横向的纬丝则通过不同的色缩往返与经线交织而成。图样每变一色，便换一色缩。完成一幅缂丝作品，往往需要换数以万次的梭子，至今仍是无法为机器生产所取代的珍贵手工技艺。缂丝的工艺很复杂，但是它有独特的创造性和审美价值。像以前那些贵族啊、有钱人啊，都喜欢收藏它。你可以看一下这把扇子，这把扇子就是我们以缂丝为扇面做的一把团扇，以前叫仿工扇。仿工扇，哎，最特别的是，我发现它这个缂丝里还有金丝，哎，妈，你回来了。林老师您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妈，这个是著名主持人汪希宁，汪姐。啊，他们都是特地过来的，来了解咱们缂丝工艺的。行，让他们自己看吧。妈，我之前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汪姐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我不接受采访的，我都已经答应她了啊。谁答应谁做，就是不喜欢哗众取宠。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林老师，海山愿意走上节目，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缂丝这门绝技，我觉得这是好事。而且您知道吗？海山呀，想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缂丝品牌。我认为，上文化节目比做展览会更有宣传的力度和价值。我妈这个人就这么顽固，我跟她没有办法交流。我顽固，我顽固当初送你去国外学设计，你也不想想，你回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一个织娘整天不做缂丝，天天满世界乱跑，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妈，你这么说话就太不公道了吧？我上个月去英国，我去参加艺术文化交流，我在现场给他们办了缂丝的演示，大家都是赞不绝口，都特别喜欢，而且我还拿回来很多的订单，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海山，跟妈妈不能这么说话，你上去好好说啊，快去上去解释。妈，道理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缂丝以前是皇族收藏，是高端的艺术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它需要传承，需要发展，需要放到展览馆里面被大家看到，它得接地气。像您每天足不出户，从来不管宣传和销售，那总得有人宣传它，把它推销出去，让世人知道它有多美啊！要传承，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传承人。传承人在哪儿呢？
你是吗？林老师，海山的作品在国外刚刚都获奖了。你没问问他，近3年的作品，哪一件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妈，我是没有时间，我忙。对呀，你忙啊，忙着做宣传，忙着四处做展览，忙着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你。对不起，海山跟我讲过你是他好朋友，我也没把你当外人。我就是想说。克斯这个行业非常寂寞，但是没有经年累月的寂寞，哪儿出得来艺术？什么行业都是一样，蹦跶的越高，越出不了成绩。你别拍了。拍啊！快！其实我这么多年。我都是全心全意扑在克子身上的，我甚至为了他，我放弃了我的个人生活，我甚至不结婚，我也不谈恋爱。那我做这一切，我为了谁呢？好了，别哭了啊！我知道，母女啊都是心连心的。他的观念一定会改变的啊！别难过了。我看今天的拍摄就到这儿吧。今天的拍摄还没有结束呢。被访者的情绪非常重要，这种局面已经不适合再拍下去了。况且海山是我的朋友，是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他才同意拍摄的，我必须要对他负责。汪姐，您可以先回去，后面的工作我来完成就好了。我会让他们同意继续拍摄的。辛苦了，汪姐。顾总，就我当时的感受来看，是不适合继续拍摄的。我觉得至少要等双方的情绪稳定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创作氛围。守旧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不同理念的冲突才是这个节目最好看的地方。那你的意思就是，明天还会继续拍？抱歉，我必须拍下去。哦。在传统行业，这对母女的争执很具有普遍性，不只是今天、明天，将来的每一天，这样的争论都不会停止。我们不过是从中抽取片段，构成节目需要的戏剧性。当然，前期没有汪姐的帮助，我们无法取得林海山的拍摄许可。不过现在，我同林小姐已经达成共识，她同意配合我们拍摄。如果汪姐无法完成我的拍摄计划，可
可以暂时退出这一期的拍摄。也是你的意思？他们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想尽各种办法来抹黑我。但我认为新闻不管是正面负面的，只要能为这个节目带来话题，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吗？王姐，你千万别误会，我既然邀请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就不会在意你的负面新闻。我只是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希望你能休息2天，调整一下。我懂了。好啊，那就这样吧，再见。汪希，你离婚复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关注，你为什么要坚持把它调离这期节目呢？为什么节目台本很重要？因为现在观众一直在寻求新鲜与刺激。之前于在早的计划书我看了，他认为做节目就是讲故事，我觉得他只说对了一半。戏剧、电影、电视剧，甚至是纪录片，所有镜头讲述的都是冲突，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哪来的话题度，哪来的点击率啊？所以汪希宁必须离开现场，因为从明天起，我要激化那对母女的矛盾。当然，这是在林海山主动配合下的节目效果。拍摄完成之后，他们会和好如初的。千万不要让陶唐知道，否则麻烦就大了。伯母，汪姐应该在顾总的办公室，我带您去找她，小心。好。这里。哎，汪姐，伯母来找您。好，谢谢啊。不客气，伯母再见。谢谢。我们谈谈。跟我出来说吧。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你为什么这样固执，非要离婚呢？我不离婚怎么样呢？过得像跟你一样，人前是个受人尊敬的院长太太，回了家呢，这么多年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心里不清楚吗？可离婚以后，你可怎么办呢？就忍忍吧。我忍不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么长，我想有尊严的，像个人一样活着。即便是离了婚，又能找到好的归宿吗？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知不知道别人怎么笑话你？妈都没脸活下去。女儿，就听妈的话，为了我和你爸，别离了，好吗？听话。你先回去吧，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别哭了。
汪姐，你没事吧？都听见了。嗯。这么好奇啊？那不如你坐下来。你可以把你刚刚看到的、听到的，出去爆料。要不够的话，我再跟你多说一些。反正我也不在乎。汪姐，我们合作一次吧。慢点啊！哎，回来，从手开始。移动的时候慢一点啊。导演，要加个特写吗？啊？要加个特写吗？不用。林大师，您看看您女儿有没有进步？小张。哟，汪姐，您怎么来了？啊，我那天拍的时候状态特别不好，我想看看素材，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拍漂亮。您这么漂亮，怎么拍都好看。你看，所有的素材都在这儿，您自己慢慢看。嗯，我看看这边好。哎，你帮我去弄杯咖啡吧。哎，好嘞。这个是大钵子，这个一般是用来速递的，像这种小钵子就是支化的。你看我现在是用来支化的，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就是这，有意思吗？这1个月几次了？已经3次了。你能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搞一些创作？妈，您不懂，克斯它需要发展，需要传承。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发展怎么传承？整天去给人家看什么？看到作品了没有？林大师，您看看您女儿有没有进步？停。这经纬线你看不出问题来吗？你看这腔色过度的根本不自然，整天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我都不知道，都不如出国前的作品，你就忙吧啊！缓一缓啊！那摆到那对着，那东西的帮那沟通还是能对那知道吧？没出问题，就是要这样做的。哦，好，来，大家先休息一下啊。好的，汪姐，我知道了。我现在想办法去说服孟导。好，那你抓紧时间。嗯。走吧。去哪儿？林大师的工作室。我也去。谢谢。谢谢。大师姐本来想缓和一下关系，师傅却挑了好多毛病，要拆掉重来。师姐一生气，摔了东西走了。后来摄制组也走了。好，谢谢，你去忙吧。嗯。
林老师，请坐。颜色越多，眼不能花，心更不能乱，要一层层的套进去，制出来才有层次感。那这儿，还有这儿，拆。林老师，我想带他看看这里的克斯作品，不会打扰到您吧？博尔贝。你知道这幅克斯作品为什么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吗？因为它很贵。完成一件克斯作品，少则数月，多则数年，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时间与精力，所以才显得格外珍贵。清代出现的刻绣混色法，将刺绣与绘画引入克斯，丰富了克斯作品的表现形式。这本来是一种创新，但凡事总有例外。譬如这幅清末的作品，你看，除了这部分的周边是克斯，其他部分都是彩绘。画的。林老师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要提醒大家，学克斯绝不能投机取巧。传统的克斯作品都是通过通经断纬的方式制作完成的，所以正反面都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想要制作正反面完全不同图案的克斯作品，想要打破传统克斯作品两面一致的形式。完全打破传统，那成功了吗？林老师做过这样的作品吗？林老师从业50余年，除了应邀参与博物馆克斯作品修复外，很少参加宣传。不过克斯要传承还得有人才。去年我来的时候，这儿有7、8个学生，如今也就只留下了1个。言归正传，对比旁边这一幅作品，你可以明显看出这两者的区别。这一幅就是林章秀女士的作品，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林老师，我记得林章秀女士好像是光绪年间。光绪5年出生的，7岁开始学克斯，祖传的手艺。克斯的工艺流程有牵经线、套扣、弯结、嵌后轴经、脱经面、嵌前轴经、烧经面、挑胶、打翻头、铸踏脚棒、门经面、画样、配色线、摇线、修毛头等11道工序。两个孩子青梅竹马，那么要好，就不能成全他们吗？人家说他命硬，行克丈夫，婚事断不能成了。一句八字不合，断了他的姻缘之路，他再也没有说过亲，一心扑在了祖传的克斯手艺上。只是，他还是习惯坐在窗下等那个人，尽管那个人
再也没有回来过。到了40岁上，才领养了一个小女孩，那就是我外婆林启凤。外婆常在客机旁，很自然地追随她的母亲学习克斯。不翻眼头，不回首，离别时的牵手，空不。她接过了母亲手里的梭子，坐在那台古老的木机前，开始织啊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岁月荏苒。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母亲老了，她成了技艺精湛的克斯师，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她像那个年代无数平凡的姑娘一样，披上亲手绣的嫁衣，心头满是憧憬，等待着命运替她安排的丈夫。只是她没有想到，缘分是那样的短暂。成婚的第2天，他就告别了新婚妻子，匆匆离开了家。那后来呢？打仗了，她的丈夫上了前线。她相信，终有一日，这场仗会打赢的，而她的丈夫也一定会平安的归来。她就等啊，等啊。也许，这就是邻家女人的宿命。最美好的时光，总是耗费在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里。那个时候，四处都在打仗。我外婆因为不愿意给日本人做克丝腰带，迫不得已搬了好几次家。邻家有个小女孩，自小便失去了母亲，却非常聪明伶俐。不知什么缘故，常偷偷躲在门外看她。你过来。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你扣子。小女孩没有母亲，没有人帮你缝。她也没有亲人，2个很孤独的人。在彼此的身上寻到了慰藉。阿姨帮你缝。小女孩天天都来，很自然的便坐到了木机前，拿起了那把梭子。开始学习外婆的克丝。那要不然阿姨教你好了。日子平静的过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没人登了她家的门。凤儿啊，你看，他们给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再说了，他父女俩挺好的，你看。这孩子也喜欢你，只要你点个头啊，回头就把你们事儿给办了。这真的不可以。凤儿，你看他勤奋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好男人。你拿合适啊这些。凤儿，谢谢，合适的，不好意思啊，听我的啊。
女孩相信，她的心愿总有一天能实现。可她没有想到，有一天，那个曾经上了战场，所有人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的男人，竟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小姑娘，这户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你别怕，我是他们的亲人，我特意来找他们的。哎，等一下，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男人是从东北来的，一路上很艰苦，银钱也用尽了。他就是我外婆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后来小女孩跟他说，她不住在这儿了，改嫁了，嫁到很远的地方。实际上，我外婆被一个大户人家请去做克斯屏风了。等她回来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走了。那个小女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是希望她能留下来，做自己的妈妈。外婆见到双面绣，便常常想：世上能不能做出双面全一的克丝来呢？别人都笑她异想天开，因为正反相同的图案是克丝的特色之一，而她却坚持己见，一定要做新的尝试。她改良了木屐，也换了翻头。但突破克丝的传统，并非一件易事。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让他放弃，他仍旧坚持做着双面异刻的尝试，就像他始终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人，早晚有一天会回来一样。对不起。直到一场伤寒将她击倒。那一天，长大的女孩跪在病床前，忍不住说出了多年来隐藏的秘密。对不起。外婆没有怪她，反而把织机托付给她。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完成双面异刻这一生都未完成的遗憾。那个小女孩真自私啊！那个撒谎的小女孩就是我的母亲，李雪欣。这么说，您原本不姓林？我母亲为这事儿一直也很愧疚，
自己改了姓林，让我也要姓林，让我一辈子都要记住这些。怎么停了？你继续。林老师，要不您讲讲您自己的故事吧？我有什么好说的？平凡的结了婚，又平凡的离了婚。丈夫是在博物馆工作。离婚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们唯一的儿子离婚的时候也判给了他，后来下落不明。那这么多年您就没去找过您的儿子吗？找过。他可能恨着我呢。那林小姐知道吗？这不是什么秘密，这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也是80年代出国热的时候，他的生母一心要出国，所以把他扔给了我，我就一手把他带大。他很聪明，从小我也想把科斯的记忆交给他，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不起，我现在年纪大了，工作时间长了，就要休息一下，我就不送你了。辛苦您了。抱歉。整天这脑子都在想什么，我就不知道。都靠出国前的作品，你就忙吧啊！时钟转啊转，把你
上天在怜悯，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题，辗转轮回相遇。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题，辗转轮回相遇。哎，小鱼，这个故事都是你编的？根据林尚英女士的叙述，我进行了少许的艺术加工，就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回忆部分用这个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实比演员的对白啊更有力量。只不过呢，就这空间和时间的这个转换上有一些问题，好像问题也不大，后期我会调整，我再去补拍一些细节，到时候你跟我去啊。好，好，你列出补拍需要的演员，我去来协调。你不知道吗？这所有的演员都是我来请的呀。那你5分钟的短片还用吗？需要就用啊，只要对节目有帮助。5分钟的历史片段，8分钟的蒙太奇，还是10分钟的戏中戏，形式根本不重要。于编导，这个拍摄计划以后还是得提前商议啊。你这样，艺术是个特殊的门类，灵感跟时机总是稍纵即逝的。既然公司把 B 组的拍摄权交给了我，就是让我相机而动的。这一点在入职前我就跟顾总说得很清楚了吧？就这么办。散会。好，带着材料跟我走。这是向我示威？我啊，是你们啊，其实这件事情也告诉你，有时候面对别人善意的提醒，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还有啊，你的对手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对付哦。这事怪我，我应该盯着点他。我以为他没辙了，没想到他……没这个必要。不管是袁佳莹还是于再早，谁的创意更好，我就用谁的。啊！不让花钱雇他们来干什么？像个冤鬼一样纠缠不休，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有点反常啊。袁编导，袁编导气质好好啊，不光气质好，还很有涵养呢。把神圣献给仰望，连接未来和过往，和我们一起守望、传承，聆听历史的声音。今年苏州博物馆
新节目吗？弹幕这么少？双喜娘啊，好几年没看到她了。这是新节目，还挺好看的。哎，你看，咱们苏州拍的。传统文化节目不容易，是应该支持的。今年离婚了吗？王心凌复出了，这个节目不错。苏博连专家都这么帅气的吗？这叫蜡翅，这是清代市民化妆直播吗？这个金丝到底有多细？小姐姐长得挺摄影你都不学啊？钱打过来了没有？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先走啊。舞蹈，节目顺利播出，感谢你，谢谢。这是我的工作，客气。一起吧。辛苦了，兄弟。真是一个把小心眼贯彻到各个角落的人。王姐，这次感谢你了。如果没有你的加入，节目也不会那么精彩。大家都辛苦了，大家的功劳。感谢。我怎么没看见陶教授和袁编导啊？哦，怕陶教授找不到地方，专门找人去接了。刚刚打电话，好像说已经到楼下了。陶教授这边。来，陶教授来了，欢迎陶教授。这俩香槟盒辛苦了。怎么才来啊？特地给你留的。感谢感谢，辛苦了。谢谢，陶教授。谢谢。涛涛，你来的太晚了，错过了我们的精彩的节目。阿勋，再放一遍。得嘞。把神圣献给仰望。你可不知道，你在那边啊，可是和我们一起欣赏、传承、聆听历史的声音。在这儿凉快的啊。咱俩那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面对我的时候，你还是这么不成熟啊？这个世道真是奇怪。管事的叫现实，管忘的叫成熟。受害的人还得刀枪不入，否则就是没有度量。方小姐，咱做事儿总得有个限度吧？你要付出可以，换个地方啊，干嘛老是往我的身边凑啊？你当初最落魄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房租水电费都是我交的。是我现在不行了，你混得比我好，就算作为曾经的朋友，
帮我一把还不行吗？朋友，你把我当朋友了吗？5年前你一声不吭的玩失踪，我发疯一样的找你，结果呢？你结婚了。你告诉我，对你这样的人，你需要拿什么样的风度？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对，你是不配，因为你心里只有你的未来、你的事业、你的理想、你的痛苦，所以你活该被人抛弃。现在离婚的人是我吗？糖糖，你听我说，哎，糖糖，你别生气，糖糖，我跟你说，这只是件小事儿，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呢？只是件小事儿。好事儿，你们接着聊。吓我一跳！你没去庆功宴啊？给谁庆功呢？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明明没有参加第1期的录制，可编导的署名是你呢。公司要打造金牌的制作团队，1流的导演和主持人，节目编导自然也不能是个无名之辈了。把署名还给我。你没听我解释吗？我说了，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我说，把署名还给我。那你就是个编导助理，不给你署名很正常。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把署名还给我。干嘛呀？还给我！于再早，你干什么？他喝了酒了，留着。于再早，你先走吧。醉鬼！于再早，你闹够了没有啊？于再早，你冷静点。哎哎，
你别闹了，行不行？他抢了我的署名。把眼泪擦干，我不会上当的。别在我面前演戏。那天我见到于女士，她第一时间通知你，是你暗示她把你的病情告诉我的，对吧？利用我的同情心替你掩盖病情。如果你想继续得到我的帮助的话，马上把眼泪擦干。你要帮我？因为你没做错，你有天分又很努力，不应该因为病情去耽误你未来的人生。但以后你要乖乖听我的话。凭什么？你过来。你看，这个是你的起点，这个是你的终点，这两个是障碍物。正常人通过障碍物是这么绕着过去，而你呢？看明白了吗？于再早，为了规范你的行为，从今天起，如果你还有留在公司，必须接受我的监管。还有，如果刚刚我要不是及时赶到，你要对袁家营做什么？揍他一顿吗？逗逗他嘛，谁知道他那么不经想，真没意思。你说你要干什么？不过我要提醒你，多管闲事的人，未必会有好报的。那我也要试试。我保证，第2期一定有你的署名，第1期也会补上。那如果做不到呢？那我就跟你一起把顾世荣揍一顿。你保证？我保证。哎，眼下先解决遗留问题，乖，把它捡回来。淘淘，你对于一个助理是不是过分关心了？公司有权利决定是否给他署名。再说了，毕竟我支付的工资足以回报他的付出，这是行业的惯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跟我提出抗议的人。没有人跟你提出抗议，并不代表你这么做是正确的。传承是一档正能量的节目，理应尊重每一位后期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顾总，我郑重向你提出交涉，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度发生。这么说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么认真？好了，我尊重你的提议，我也向你保证，如果他能拿出更好的创意，我绝对给他署名。但是署名的先后顺序要取决于他们对节目的贡献，再行决定。OK？ 谢谢。客气。哎，你这就走了？晚上一起打球。陶教授。小燕。陶教授来抗议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眼睛里永远揉不下沙子。不过是一次失手，我不会再输给他了。怎么，你不信啊？我当然相信了。等着瞧吧，下一期节目会让所有人惊艳的。
拭目以待。外婆常在客机旁，很自然地追随她的母亲。我求求你放了我吧，这都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了，难道还不够完美吗？世上哪有完美的事儿？看第2遍跟第20遍，发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就算看了200遍，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啊。这个地方打点有问题，6分25秒，重新放一遍。你爸走得早，妈辛苦工作供你读书，可你就是不听话，你非把这种人招家里。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把他给我招家里，你就给我滚！妈，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还狡辩是吗？啊？这是什么？自己看这是什么？人家天天在学校门口等你，闹得是人尽皆知啊！你这学习成绩在班里头倒数了，你就知道谈恋爱。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我就是不争气，怎么了？他接过了母亲手里的梭子，坐在那台古老的木机前，开始织呀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岁月荏苒。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母亲老了，她成了技艺精湛的缂丝师。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是我呀，雨编的。对不起。你怎么在这？你在找谁啊？没找谁，我认错人了。你是要回家吗？你不开车回去啊？我家离公司就2站路，不用开车。你好幸福啊！我每天上班下班，路上就得2个多小时。走吧。啊？你也要去地铁站吗？嗯。那我跟你一起走。走。你经常加班到深夜，一个人回家不害怕吗？这像我，每次走夜路都心惊胆战的，这人也怕，狗也怕。可是这附近的房租真的太贵了。
我今天一天都有认真工作，没有惹事，也没有闯祸。哦，对了，我刚才还把车扔在了公司，护送迷茫少女回家了呢，是不是好棒棒啊？通常你帮助一个人的兴奋感能持续多久啊？20秒。如果你一天能帮助3个人的话，兴奋感就能持续1分钟了。但是一天还有86340秒受不了。真是太无聊了。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骗人。出来打球。再见。大好。哟，没人给我带早餐啊？又通宵了吧？没剪片子。什么剪片子？鬼才相信呢！年纪轻轻的多注意身体啊！导演，年轻人的身体您嫉妒不来的。谁都年轻过，谁也会年华老去啊！赶紧过来。哎，来了。谢谢啊。有人，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可爱。快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淑荣，外面有人找你啊！啊，来了。第一期上线之后，观众对于轻功短片的反响很热烈，评价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呢？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话题，比如中国的24节气、皇室的节庆习俗，或者宫廷非遗美食，我觉得都是可行的。我觉得不合适，跟苏州的文物展没什么关联。怎么没关联呀？这次各大博物馆都拿出了他们珍藏的宫廷珍品来参展，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再挖一挖新的主题，热度就上去了。还有别的提议吗？其实呢，我们前2期做的都是花丝、镶嵌跟缂丝，我们之后呢还要做青铜器跟漆器。其实我认为这期的主题不要太跳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可以。这个我们都知道，说点有用的，直奔主题。或者我们做一个清代女性生活特辑怎么样？这个提议不错，
就平台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我们这个节目有60%受众是15到35岁的年轻女性观众。赏心悦目的事物对于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会有帮助，我觉得挺好的。曹唐，说说你的想法。苏泊元末的张日成墓、曹氏墓和晚明王希爵墓都有女性的配饰服饰出土。如果结合此次文物大展展出的明清后妃服饰，形成宫廷与民间的对照，正好做一期中国明清女性生活展。当然，这样的主题太过宽泛，你们准备从哪里开始？是中国女性的古籍绘画、金玉珠宝、烟菊游乐，还是珍馐美味？换句话说，你们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顾总，你有什么好的提议？我想去上个厕所。我特意过来看你，你怎么老躲着我呀？你松手行吗？我还特地给你买东西。蓉蓉，怎么了？我是他老同学，顺路路过这儿，替他妈妈给他带一些特产。喏，来，拿着呀。那个房租我马上交，不是说了吗？再缓2天，缓2天，缓2天。蓉蓉，咱们这么久不见，我特意来看你，你怎么不高兴呢？啊？没有。你不用这样时时刻刻盯着我，我发誓，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会先向你请示。你能做到吗？我既然答应了你的监管，肯定会说到做到啊。能遵守诺言吗？不能。按照你的病情来说，这倒是实话。陶唐，我又没有暴力倾向，你干嘛时时刻刻这么防着我？我既然答应替你保守秘密，就要负担起责任。一旦你做错事，就等于我做错事，明白吗？你是女娲吗？责任心这么强的？李再早，别让我后悔答应帮你。女娲妈妈，女娲妈妈，他俩很熟吗？看起来好像是啊。你很关心吗？切。等那边确认了，就赶紧告诉我。小谢，那姐，我跟袁编导去给第3期取材，要不要一起啊？好啊，正好想溜达一圈。车里等你。好。穆导一起去吧。好啊，去哪里啊？我们去采风取材。正好我也没事儿。等一下。
走吗？啊？我还得再查一些古代的妆容资料。你先走吧。舒小姐，这位先生说是您男朋友，坚持要上来找您，请问您认识他？蓉蓉，给你带吃的。舒小姐，行，那我先走了。怎么吃这个呀？来，过来坐。不，过来。怎么能吃泡面呢？你看我给你带的，这些啊，可都是你以前爱吃的。这老吃泡面有什么营养啊？你说是不是？这有监控的。我本来就是你男朋友啊。吃吃，等会儿我送你回去。我求求你了，你别缠着我了，你缠得我舒美的念，家也不能回，你什么时候能放过我？怎么是我缠着你呢？你忘记了？当初你离家出走的时候没地方可去，是谁收留你的？我是爱你的。可是你答应过我的，你说钱给了你以后，你就不再找我了，你答应过的。你是不是喜欢白天见到的那个摄影师啊？哈，没认出我。哦，对了，我给你拍的那些漂亮照片，他看过吗？这就对了嘛。这才是我的蓉蓉。你只要听话呢，我保证不来烦你。你看我多关心你啊，特意给你带了东西。来，拿着。吃啊，吃啊！
这周6不行，好忙哦。过来帮忙，快点啊！去一边，走，使劲！不会死了吧？是头牛吗？这么沉。